对。他有没有分享那个时候他们在哪里对峙？其实照着计划来说，当天是没有需要用到钢丝跟威亚的啦。所以这个是说他到了现场才知道要吊钢丝。他还是吊。这就是压力，这就是很多的无奈的开始。所以他的情绪还好吗？艾宁啊，一定是不好。当下他是怎么样的压力让他一定要上去？哇，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是他，我没办法带他回答。你自己以前有碰过类似的状况，或是说，现场的压力造成你必须要拍一些什么危险的？因为像孟腾如也都讲，很多人都一直在分享这件事，拜拜，都有讲出例子。你自己有碰过年轻的时候？一定有啊。那我觉得有一个很奇妙的，因为毕竟演艺圈是在卖梦想的地方。那这个梦想，有的时候大家会误解成，我如果在一个很具挑战性的场景下完成了一些厉害的画面，或是一场戏的话，也许可以获得什么称许跟荣耀。但这件事情其实可以是在很有安全的状态下去完成，但可能我们被好莱坞熏陶的他们的画面怎么那么厉害，所以我们也去追求这些东西。有的时候不管是演员或是摄影师都好，在那样的一个肾上腺素的状况下，却忘了其实自己身处在非常危险的一个范围里面，所以。你印象当中，其实当下你很难去意识到，所以身旁的不管是伙伴们，甚至是经纪人，甚至是导演们，他们要非常保护正在执行的人的安全。比方说，其实这一次也有很多次吊钢丝的场景是，摄影师也好，我也好，都是差点要撞到树或者是什么的。那当下我会觉得那可能就是下面的人一时的手软，因为毕竟他们拉人都很累这样子，所以我也不会去说，哎呀，就不要拍了，因为我觉得那个情绪对现场是没有帮助的。但这就是最困难的点，到底应该在什么时候去阻止这件事情？你有拒绝过任何这个危险的举动或者要求？其实是有的啦，其实还是有。是怎样子的状况？具体什么状况也很难回忆起来，因为现在我没有去思考这件事情。但是过往的经验，很长的时候我们在跟经纪人的眼神上面就会说，这个不行，我们就不要拍了这样子。比方说，对，所以我是有经验。之后旁边的人会有什么异语吗？让你觉得不舒服？这个可能一言不一定感觉得到，因为通常去拒绝的是经纪人。但我们都会选择说，我没有要去在乎这个，因为这个是本来我就应该捍卫的东西。所以我要再强调，如果我们都是用情勒的方式在这个社会上不断的去转的话，就是会发生今天的事情。最需要去被引导的是大家在于面对不合理的要求的时候，能不能适时的意识到，我应该要说，先等一下，我们可不可以准备好了，我们再继续。艺人的光环是比较容易去达成的，但是以工作人员的角度，比较难被听到。是你会觉得说后续可能要签订一些工作时数或是一些？其实老实说，我们今天争取的不是艺人的权益，因为艺人这些都有钱，那就看你有没有愿意去讲出来说，我们准备要超时咯，但是我们超时，我们走了，他们还是继续拍，所以不是我们 ，it's not about me，因为通常艺人都会签一些时数啊，或者是什么上的条款，可是工作人员在签工作合约的时候是不会有这些东西的。有时候你会以为你签了这个东西之后，你可以去
保护其他人，那其实相较到剧组可能去拍其他的。Yes， 对，所以这个才是我们觉得很需要去被说出来。大概要觉得等到他们提出什么样的方案，你才会愿意复拍？哦，大家的前提是觉得我们会复拍，但是其实我心里是没有这个打算的，因为我觉得第一，工作人员的心情是难以平复的；第二，你要叫我们再回到那个场景去接续我们没有完成的任务，是很大的折磨的。所以目前为止，我关心的只有我们怎么能够去帮这些人发声。有可能实验这部戏。我不知道，没有用到这么严重的词，只是目前为止就是 on hold， 但是我们没有急着要去做任何的下一步这样子。我觉得现在最不需要的就是责备、谴责或者找犯人，因为我觉得我已经讲过了。然后我们现在的 step 是已经要去做真正的去研讨，怎么样去帮助这些比较声音没有被听见的人。很多人跟我说：“哎，你不要管那么多，你不要去看那么多。”但我觉得命运就是这么奇妙的一个安排，就让我这么近距离的去体会一件这么难受的一件事情。我一直相信一句话：“天将大任于斯人也。”那我不知道我到底能做到哪里，因为毕竟我也有我的自己的工作要照顾到，因为我身边也有需要我照顾的家庭跟员工们这样子。但这件事情已经是引起不单单只是业内的人的关心，所以包括昨天有很多的单位、相关单位被质询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都是愿意去做改变的。也因为这件事情，我发现很多人原本就在做了，只是有可能使不上力，或者是说没有一个真正可以引起大家关心的人站在这边，告诉大家：“嘿，我们来做一些改变。”所以现在其实该介入的单位都已经介入，那我相信一定会有一个很好的交代跟被执行的法律层面都是会给他们一点点的时间。对。什么？是一个委员会开会的成员是，要有一个比较有具象。是委员会，是委员会。电影委员会，什么电影？台北市政治力介入。目前没有，目前都是我们一群傻白甜，开玩笑。但是偏向傻白甜，是因为我们没有任何的背景，我们就是没有任何背景，对。判别。然后 Scratch 一起开会，想要讨论出一个方案比较。对，因为我们其实有一些人已经是本来就很关注这些事情的人，他会来帮我们。对，他们比方说跟劳动部、劳工局有过的对谈资料都会给我们。所以艺人的成员只有你一个吗？不止。就是结合民间力量。你可以这样说。民间力量可以了。民间力量，对。整个加起来多少？目前大概10个人左右吧。那这次当然是与会的人数，但是背后支持的力量蛮多的。包括一些工会的负责人也有主动的联络，说需要什么协助，他们都愿意帮忙。这我蛮欣慰的啦，因为可能以前真的太火爆了，大家不懂我在干嘛。但这次是一个不太一样的状况。我问你，你们会之后会想要设立一个类似一个监督的那种？都在考虑范围。都有被讨论。我觉得现在缺的应该工会只是单纯的救人，然后但是救事的部分还是没有一个监督单位。你说的没错，你说的就是我们第一次与会就已经讨论到的东西。要不然大家还是一样做自己的。或是说有压力，他们就算了。对，很多时候。没关系，我可以先等他们走。谢谢。谢谢大家，辛苦了。谢谢。
谢谢。后续有很多我们需要协助的，或是该交给应该帮助的单位，我们就会让他们去做这件事情。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到一个，第一是抛砖引玉，再来是提醒，再来后续我们自己真的有关心，不管是这世界、这社会在发生的事情，我们都会用前进跟改变的力量去面对他们。那我觉得，像我脸书其实也有让大家知道我们在做的事情。那至于 detail， 我觉得今天也不好说太多，但是要让大家知道的是，它是改变，不是去检讨。因为没有人愿意这件事情发生。就像我们一直以来在改变的是环境友善，然后让大家的权益都可以被照顾到，那这才是真正的跟今天一点都不相违背的一件事情。但是他们有透过脸书的留言来，我不知道怎么，我不知道谢我要干嘛，但是就是他们有表达了谢谢，但是相对来说也是一个蛮沉重，但我也甘愿背起来的压力，这样。之后会去悼念他吗？我觉得这个避免不了啦。那主要是因为家属不希望有太多的骚动这样子。那我本身可能就在这件事情上面等于是骚动，所以我会择日。那我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给他们一点空间。